Hello， 大家好。今天呢，我們來聊一個，可以說是非常奇特也意義深遠的故事。這是一個關於罪、關於憐憫，還有歷史上一個最神聖的地點到底是怎麼誕生的故事。好，那我們就先從一個最基本的問題開始想好了。那些我們稱之為聖地的地方，它們究竟是怎麼來的？是誰決定的？嘿，你看這張圖，一個地方為什麼會被叫做聖地？是因為它有什麼很輝煌的歷史嗎？還是說大家在那裡有很珍貴的回憶？或者真相其實跟我們想的完全不一樣。好，那我們就把時間倒轉，回到故事的起點。主角是誰呢？就是大名鼎鼎的大衛王。當時的他可以說是權力達到了巔峰，王國穩固了。接下來他有個更大的夢想，他要為上帝蓋一個家，一個永恆的家。你想想看，這個念頭聽起來多棒啊，對不對？大衛王他看着自己住在這麼漂亮的香柏木宮殿裡，可是呢，代表上帝同在的約櫃竟然還放在一個小小的帳幕裡，他心裡就覺得，哎呀，這怎麼說得過去呢？所以他就下定決心要為上帝做一件大事。但誰也沒想到，就是這個念頭竟然變成整個故事的一個大轉折點。事情就在這裡出現了一個我們意想不到的轉彎。大衛王做了一個決定。表面上聽起來這只是一個很普通的行政命令啦，沒什麼大不了的。但你知道嗎？在屬靈的層面上，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嚴重的錯誤。數一數自己有多少人，就有什麼問題嗎？為什麼會變成一種罪？關鍵就在這兩個字：驕傲。你看，在當時的文化跟信仰裡面，當你開始數點軍隊，你其實就是在跟世界宣告：這些都是我的人馬，這是我的實力耶。你看，他忘了以色列的軍隊真正的老闆是誰？不是他這個國王，而是上帝呀。沒錯，就像約書亞記裡面這句話說的，你還記得嗎？約書亞準備要去攻打耶利哥城的時候，突然有一位天使出現，跟他說：我來是要做耶和華軍隊的元帥。哇哦，這句話就講得非常清楚了，對嗎？軍隊的最高指揮官是上帝，所以大衛這次真的是踩到紅線了。這裡有個很有趣的地方哦，關於這段歷史，聖經裡面其實有2個版本。記載在歷代之上跟撒母耳記下，那你會發現他們記錄的士兵人數，不太一樣。但這不是說聖經寫錯咯，反而這給了我們一個機會去挖得更深，看看背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那這2個數字都不起來怎麼辦呢？很多神學家就去研究，他們推測撒母耳記提到的那80萬人，可能指的是最精銳的第一線的戰士。那歷代之上的110萬呢，就把後備軍也算進去了至於猶大支派的數字嘛那可能就跟有沒有把便雅憫支派算進去有關係。你看這樣一想，是不是就合理多了？好，那做錯事總要付出代價的。大衛的驕傲讓他自己還有整個國家都面臨了一個可以說是來自上帝的一個非常可怕的選擇題。你看，上帝給了他3個選項，但每一個都超級可怕，真的會動搖國本。第一個，3年的饑荒，真的國家都沒東西吃。第二個，3個月被敵人追着打，面子裡子全部沒了。還是第3個，直接面對上帝親手降下的3天的瘟疫。哇，你選哪一個？就在這個時候，大衛的選擇真的讓我們看到他內心最深層的信仰。他選了什麼？他選了瘟疫。為什麼？因為他說，他寧願掉在上帝的手裡，也不要落在人的手裡。他相信，就算是在上帝最嚴厲的審判裡面，上帝還是有憐憫的。可是就算有憐憫，審判還是非常非常可怕的。短短3天，一場瘟疫帶走了多少生命？7萬人。哇，7萬條人命就這樣沒了。好，故事就要來到最高潮了。
就在那個毀滅的天使劍都拔出來，準備要摧毀耶路撒冷的時候，大衛得到了一個最後的機會來贖罪。你想象一下那個畫面，真的很有張力。一個毀滅的天使就停在首都耶路撒冷的半空中，手上拿着出鞘的刀，象徵神的審判馬上就要下來了。整座城市可以說是命懸一線。這在這個最緊急的關頭，上帝給了大衛一個很清楚的指示。但你注意聽哦，他指定的地點非常特別，不是什麼有名的聖山，也不是什麼聖殿，而是一個外邦人的禾場，就是一個普普通通拿來打谷子的地方。這好像在告訴我們，接下來要發生的事完全是上帝的決定，跟人的傳統一點關係都沒有。然後神蹟就發生了。就在大衛把祭物獻上去的那一刻，有火從天上降下來，把祭物整個燒掉了。哇，這是一個沒有聲音，但卻超級震撼的宣告。上帝接受了這個獻祭，他的憤怒停了。就在那一瞬間，就在火從天降的那一刻，大衛的腦中好像有道光閃過，他突然想通了一件事，一個可以改變一切的頓悟。所以你看，這場從天上來的火，它的意義不只是原諒你嘍這麼簡單而已，它更像是一種顯現，它代表上帝親自出現在這個地方。他的出現就把這個原本很平凡的打谷場變成了一個神聖的地方。大衛馬上就懂了，他當下就說：“就是這裡了，這就是耶和華神的殿。”他終於明白了，聖殿最後要蓋在哪裡，不是國王畫個藍圖、開個會就能決定的，而是由上帝自己用他親自顯現的方式來指定這個地點。好，講了這麼多，這個幾千年前的故事對活在今天的我們到底有什麼意義呢？其實啊，這個故事最重要的核心精神是超越時間跟空間的。它告訴我們一個永遠不會變的道理：一個地方會神聖，從來都不是因為它的建築物蓋得多漂亮，也不是因為它的歷史有多悠久。我想用這句話來總結整件事的精華。哪裡有神的同在彰顯出來，哪裡就是聖殿，反過來是行不通的。這個順序絕對不能搞錯。不是我們蓋一個很漂亮的教堂，然後把上帝關在裡面，而是上帝的同在才定義了哪裡是聖殿，哪裡有他的能力，有他的靈，哪裡才是他真正的家。所以最後我想留一個問題給大家回去想一想。如果一個神聖的地方就是上帝彰顯他同在的任何地方，那這個道理放在你自己的生命中是什麼意思呢？對你來說，那座真正的聖殿又在哪裡呢？